要走肩颈，就是肩颈到那个折筋，再到日月，再到金门，再到环跳。但是大鹏展翅是什么筋？就是腰，腰是什么脉？腰是胆，对。对，胆经的话，它是上面是写说从肩颈一直到这个折筋，对，然后再到日月，对，再到金门，再到环跳，对。但是这个怎么拉？这就是它的要领啦。这好难拉哦。来，过来，要拉到环跳。来，听听看哈。来，他问大鹏展翅，大鹏展翅是属腰嘛？所以在12经来讲，它是什么？它是胆经，它跟肝是相内外嘛，它是胆经。好，胆经是走哪？来，我从肩颈，眼不好，好，肩颈，然后肩颈，然后这是一个大的穴，你可以操控的，然后再到这边，这个是什么？折筋，然后再到什么？再到日月，再到这边，然后再到哪？再到这边，再到这边。金门在后面。对，在这里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？再到那个环跳，再到这边。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你的动作应该怎么做了。可是拉不到那边了，拉不到环跳。拉不到就要拉到啊，因为你肩没翻过去啊。你不但拉不到环跳，你连这个都没开啊，你连刚刚这个什么肩颈是不是？肩颈到这个什么？肩颈到折筋，光是这一段。从肩颈到折筋，你如果这个地方翻不过去，你看哈，我这个翻过来，我这个翻过来，是不是就从这边到这边了？那你这个翻不过来，你这一段就没办法拉住啊，晓得吗？然后从这个往前再到这边到这边，从这里到这里，所以你的腰要做出什么？所以我跟你们讲，这个要尽量往后嘛，尽量往后。这一段之外是后面到这边的这一段，所以你不可以什么？你不可以在这边的时候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嘛？你这样出去，这个点就没有拉住。对，所以这个点这个地方要收啊，你这边要收啊，这边卷下去嘛，这边卷下去，这边收嘛，这边你看这边。卷下去，这个翻，这边拉，这里往上拉，这个翻，听不懂？你看哈，我这个地方，这个是什么？折筋，在这里啊，对，折筋这里，对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什么渊，你看，这是这一段嘛，这一段你如果没有翻到这个程度的话。这一段就没有开，对。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这一段就没有开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从这个折筋到日月，日月是这一段，从这里到这里，所以你的姿势如果没有这个，你这个姿势如果不沉下去，没有收住的话，你如果是这个样子，或者是这个样子，这边就松掉了吧？这一段就松掉了，收住，这样不懂？好，这一段到这一段是最重的到金门嘛，从这个地方到后腰这个地方，所以你如果转不过来，你看沉下去，这一段有了，然后你才有这一段的拉住嘛。你这一段没有，你这一段松掉，或者你根本没有拉，你在这个地方，那你不可能拉到这个地方来啊。对，你的力量不可能到这个地方嘛。然后从金门。到这个后面这里，到这个呢？这边还一个吧？书上是写到环跳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也是围道好像没有写到，它只有写到环跳。这就是髋关节的部分啦，啊，环跳或者这个围道嘛。所以你这个地方，所以每一次走啊，你的髋关节，你的骨盆它不可以这样动。它不可以这样，所以下面要收得住，下面你往下收住，上面是往上拉住，下面是往下沉住，拉住，啊，因为你所有的开啊，大部分都是什么？都是上下的，
所以你上面要能够拉住，拉住有时候是直的，有时候是用旋转的，有时候旋转的大，有时候旋转的小。这就是八拇掌困难，就是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细部的控制，晓得吗？所以看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？你这个姿势应该哪边要有什么力量？哪边要有什么力量？你这一段才能拉得住。所以我说嘛，它是筋是一段一段的嘛，气脉也是一段一段的。那你不能说我拉这一段的时候，这一段就松掉了，所以你要保持住，它的困难就是在第一个你要找到它那个点，你要牵引的点。第二个，你要能够拉住它；第三个，当你在走的时候，你要能够维持住它。有问题哦，那个最后昏那个麒麟吐出的时候啊，它是预诊到膀胱里，麒麟吐虚是走膀胱经嘛？对啊，是不是？预诊在头这边嘛？对，膀胱经其实在下面这里。它是不是有两个？它是对，两边，它是各两边各一条，两边各一条，两边嘛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所以你走腹它是膀胱经嘛，所以我说你要往前送，然后背要弓，你要把这背上到这个地方，所以它这个骨盆这个地方要有一点往前，所以上面往前往下往前，底下勾起来，然后把这边做成一个弓形来，把这两条把它做成一个弓，把它拉开。但是我们往左走的时候，拉的是左边还是右边？是左边吧？对啊，比较紧的那边嘛，对啊。所以，但是另外一边也不能松掉，不能松掉。所以我说它的拉，它不是往下。因为你往下的时候，后背就松掉了，也不是往前变成什么？往前变成背，背上的力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它要往下往前滑。你看，你在一弓，你要把这个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一个，你看，它是帮助你这个背的这个弓，是你要把头上到肩椎那个地方，这两端要把它拉开，你不能你那个背的力量太多，对，它是自然滑出去，它是这个样子，它不是这个样子。你做成这个样子，它在背了。你看哈，我做成这个样子，它是不是在背？这个力量是不是在背？横的了嘛？所以我放掉，你看我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变成这个样子，它是不是直的？这个样子就变成直的了嘛？这样是横的，这样是直的，有体会到，有发现吧？对，啊，所以你的动作每一个关节那个节点，它把力量往哪边带，这个就关系到什么？关系到你这个姿势能不能做到你要达到的效果。所以你一个一个去看，一个一个去尝试，不要多，因为你一个要做到准确都很难。对啊，不容易，好难，非常难。你的控制要非常细腻，所以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做这些动作，刚才教你们这些动作，要慢，要细腻，你才可以去仔细的感觉到你那个流动力量的那个流动，它走的是很细的，而不是很粗的一下，这样子你的点没那么多嘛，你只有3-4个点啊，3-4个点你怎么能感觉到里面的那个层次呢？你感觉不到那个层次，走到八木掌这些东西啊，你就感觉不到刚才这些地方里面的那些相互的牵引。听不懂？所以要慢，要细啊。
啊，所以你说我们说，哎，这个是心跟脾胃。八段锦也说，双手托天理三焦跟什么那个调脾胃，左右什么啊？调理脾胃需单举啊。好，那我就单举就调理脾胃了，哪那么简单呐？你的动作跟你的脾胃能够关联得上吗？不是你去单举它就关联上了啊，哪那么容易啊？你说我怎么开车从台北到高雄？很简单，你上去了，打开，然后一脚油门，啪你就到高雄了，哪那么简单呐？这样不懂？所以要细腻，要做慢，慢的目的是细腻。可是你在慢的当中，里面没有变化，你那个慢也是白搭。你只是放慢了，可是里面没有变化，你这个慢是没有用的。慢是因为你里面有变化，你才要慢。啊，好，你们去试试看吧。